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。常言道，秋后的萝卜赛人参，这个时候的萝卜用来炸丸子特别的香。那么炸丸子到底是用生粉还是用面粉呢？其实两种粉要混合使用，还要根据萝卜的含水量进行调节，一般人很难掌握，比例错了，要么炸出的丸子不成形，要么炸出的丸子口感太硬。今天给您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炸出的萝卜丸子外酥里嫩，清脆弹牙，香甜可口。首先准备一个白萝卜，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朝表面加入点盐，再加入一勺面粉。先不加水，直接把白萝卜干搓一下，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。等到萝卜表面都均匀的裹上面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继续用手搓洗萝卜，中途换几次清水，直到清洗干净。萝卜皮特别清脆爽口，这样清洗是为了保存萝卜皮。清洗完成后，我们用刀切掉萝卜的头部和尾部，这两个辛辣味最重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把白萝卜改刀切成薄片，厚度在3毫米左右，这样的厚度更容易炸熟，还能保持清脆的口感。然后把萝卜片叠放在一起，改刀切成细丝，这个丝长短无所谓，等会还要改刀。准备半截去皮的胡萝卜，也同样操作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这个主要用来搭配颜色和增加营养。全部切好后，将白萝卜丝和胡萝卜丝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然后加入2勺食用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尽量让每一根丝都可以沾上盐，这样方便它们吸收水分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能不能直接焯水呢？答案是不能焯水，因为炸萝卜丸子吃的就是清脆的口感，而焯水后的萝卜丝软趴趴的，所以是不能焯水的。同时焯水后，丸子不容易捏成形，炸的时候也容易散开。如果是用萝卜馅包饺子的话，那么焯水或者杀水都可以，两种方法做出来的馅口感会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让它静置15分钟，杀出水分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200克的肉馅，肉馅和萝卜丝的比例是1:3，少量肉馅的加入会让丸子的味道更香更可口，也不会喧宾夺主，影响白萝卜清脆的口感。这个肉馅肥瘦比例是2肥8瘦或者3肥7瘦，你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鸡肉、牛肉、羊肉等，当然了，完全不加肉馅也是可以的。剁好的肉馅我们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点配料，准备1小块去皮的生姜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最后改刀切成姜末。萝卜性寒，搭配一点姜末口感更好。准备1小片洋葱，也同样操作，改刀切成洋葱末，这个主要用来增色提味，我们尽量剁细一点。1把洗净的香菜，改刀切成香菜碎，还是要剁细一点，你也可以用香葱或者大葱代替。全部剁好后，把它们都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再准备3个小馒头，如果是大馒头，用1个就够了。先把馒头撕成小片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用来代替生粉和面粉的秘密武器。我们把撕碎的馒头放入料理机里面，再把它们打成碎末。为什么要用馒头碎呢？因为馒头是经过发酵后再蒸熟的，结构特别疏松，还有大量细小又密集的空气孔，这样就保证了炸出的丸子不硬不干，冷了也不回软，口感适中。15分钟时间到，我们可以看出萝卜丝已经杀出大量的水分，再把它们抓起来，用手挤掉多余的水分。我们要尽量挤干净一点，以免后期搅拌的时候水分太多不易成团。挤出的萝卜水很咸，如果您不是很有经验的话，建议直接倒掉。我们把挤好的萝卜丝和胡萝卜丝平铺在案板上，把它们都剁一下，可以剁碎一点，也可以简单的剁一下，两种吃起来口感差别不大，但是剁碎一点的话，丸子成型后会更圆一点。全部切好后，放入个大碗中备用。再把肉馅也倒进来，接着倒入全部的配料，再倒入全部的馒头碎，最后加入2个鸡蛋清。鸡蛋清可以增加丸子的粘性，最好不要加蛋黄，蛋黄会让丸子回软。加入一点盐调个底味，盐的量一定要少，宁可淡一点也不要咸了。加入一点胡椒粉增香，再加入一点五香粉或者13香，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。然后用力搅拌均匀，
因为不知道您所用的馒头干湿程度如何。如果您发现有点干的话，可以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如果粘度不够，可以加一点生粉。总之要灵活掌握，搅拌到非常粘稠，可以成团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用手抓起来挤压一下，再搓成小圆球，一边做一边放入盘中备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您伸出发财的手，帮我点个赞吧。祝您和家人阖家安康，万事如意。最后差不多做了3盘的量，准备一口油锅。第一次炸丸子，油温在165度为最佳。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看油温，这里告诉您一个好方法，把一根筷子插进油里面，筷子周围出现剧烈的小泡，同时拿筷子的手能感觉到有些烫手，就说明温度到了。然后依次下入全部的丸子，熟练的话可以直接用手放入，如果怕烫到自己，也可以用一个勺子把丸子放进去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炸丸子关不关火呢？想必您也看见过酒店厨师关火炸丸子的视频，那是因为我们在酒店炸丸子的时候油特别多，炉子火力猛，即便是关火了，炉膛的余温还能维持10分钟左右，所以厨师就是关火炸丸子，定型后再开火。但是我们家庭制作油没有那么多，炉子也没有保温的效果，丸子下锅后油温下降的特别快，所以千万不能关火，必须一直开最小火。等丸子填满油锅后，就可以开中火慢慢的炸，切记不能开大火，以免升温过快，导致外面变焦了，而内部还没有熟。等到丸子逐渐定型变色后，我们就用漏勺将其捞出，沥油备用。因为一锅炸不完，我这里分了2次炸完的，这就是全部炸完之后的样子，看上去颜色还比较浅，表皮还不够脆。要想丸子酥脆，复炸必不可少。复炸的最佳温度为185度，也就是7成左右的油温。复炸有2个目的，让丸子变脆和上色。喜欢颜色浅一点就少炸一会儿，喜欢颜色深一点就多炸一会儿。总体而言，变色的过程非常的快，深浅之间也就5到10秒的差异。炸到丸子表面金黄焦脆，香味浓郁，就要立刻捞出来，以免久炸发黑。一道外焦里嫩的酥炸丸子就完成了。我们酒店销售的时候会搭配2种调味蘸料，这样卖相和销售价格也会上去。一碟是生抽和芥末，一碟是秘制香辣酱。我个人觉得直接吃就特别香了，尤其是刚刚出锅后不久，又酥又香，味道一级棒。这样做出的丸子放凉了，表皮还是很酥脆。这个萝卜丸子还可以做成经典老菜焦溜丸子，一样非常的好吃。最后是详细的配方表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